我叫秦婉君，作为一名全球500强大企业的知名卷王，在加班工作3天3夜后猝死穿越了，而且还是大明王朝2皇子后院最低等的侍妾。等我再次睁开眼，冰冷的湖水猛地灌进口鼻，窒息的剧痛瞬间攥紧我的喉咙，视线被浑浊的水光模糊。我不是公司加班吗？怎么突然掉水里了？求生本能压过所有疑惑，我四肢并用疯狂扑腾，哪怕动作狼狈不堪，每一下都拼尽全力朝着岸边的光亮滑去。终于抱到坚实的土地，我连滚带爬上岸，浑身湿透的瘫在地上，剧烈咳嗽着将肺里的湖水咳出来，贪婪地吞咽着新鲜空气。一双云纹吊靴忽然停在我眼前，靴面干净的没有半点泥污。我撑着手臂抬头，撞进一双冷峻的眼眸里，身着锦袍玉带的2皇子裴景居高临下地审视着我，周身散发着生人勿近的贵气。他身旁还站着位打扮华丽的贺蓉蓉，贺蓉蓉故作惊慌地上前，假意关切我的安危，那腔调妥妥的标准绿茶话术，虚伪的令人作呕。零碎的记忆碎片突然砸进脑海，我飞快拼凑出真相。我穿成大明2皇子裴景的侍妾，而刚才把我推下水的正是眼前这位好姐姐贺蓉蓉。裴景的声音冷得像冰，没有一丝温度，满是轻蔑地质疑我安分侍妾怎会平白落水，暗指我是想博取他关注的下三滥把戏。我心里直翻白眼，完了，遇上自带优越感的霸总是甲方，说话不过大脑，逻辑全凭心情。我抹掉脸上的水珠，抬眼迎上他的目光，甚至故意上下扫了他一眼，语气沙哑却异常冷静。殿下既然相信姐姐的话，何必多此一问呢？我清楚地看到裴景瞳孔微缩，显然没料到一个低等侍妾敢用这种语气跟他说话。贺蓉蓉脸色瞬间大变，一边呵斥我对殿下无礼，一边转向裴景炫耀玉器，诬陷我是打戏被戳穿后恼羞成怒。裴景全然无视贺蓉蓉的挑拨，目光依旧牢牢锁在我身上，半晌才冷声道：“退下，以后安分待着。”说完便转身拂袖离去。贺蓉蓉怨毒地瞪了我一眼，也快步跟了上去。我望着他们的背影，嘴角勾起一抹冷意。这笔账咱们慢慢算。春桃扶着我回了住处，一推开门我就愣住了。这偏院破败的不成样子，墙壁斑驳掉皮，窗棂漏着冷风，屋里的陈设简陋的可怜，跟贺蓉蓉住的院落简直天差地别。春桃把我扶到椅子上坐下，递来一杯热茶，眼眶通红的哭诉贺侧妃，分明是想置我于死地，言语间满是自责，怪自己没能护好我。我喝了口热茶，暖了暖冻僵的身子，拍了拍他的手安抚，让他别哭，这事不怪他。我看向墙上蔓延的煤单，感到燥了。这不就是难度拉满的零资源启动项目吗？甲方是裴景，终极 KPI 是拿下王妃岗位，竞品是贺蓉蓉，失败代价直接领盒饭，妥妥的高风险高回报。我喜欢。我拍了拍春桃的肩膀，语气笃定地告诉她，从今天起别再哭，咱们的核心目标就是精准拿捏裴景，逆袭上位。第一步，先做危机公关，扭转裴景对我的负面印象，让他知道我不是任人拿捏的软柿子。我正盘算着计划，2皇子府的书房里，裴景却对着一卷书迟迟没有翻页。刚才湖边我那张冷静又带着几分嘲讽的脸，反复在他脑海里闪现，让他心绪不宁。他指尖无意识地轻敲着桌面，低声唤来侍卫13。黑影悄无声息地出现在门口，恭敬地应了声属下在。裴景抬眼，眼神深邃难测，吩咐道：“去查查那个落水的侍妾秦婉君，他倒要看看这个和传闻中截然不同的侍妾到底藏着什么秘密。”我坐在梳妆台前，镜里的自己神色平静，身旁如秋和冬来却哭哭啼啼，念叨着贺蓉蓉心狠，说：“我们在这府里不是任人宰割。”我拿起廉价眉笔熟练描眉，压下侍女的哭腔，心里暗戳戳吐槽：“我靠，这是让我来带零资源初创队了吧？裴景就是那个不带脑子的甲方爸爸，对手还是一个典型的心机绿茶婊，这他妈的天崩开局啊！”如秋满脸困惑，话还没问出口，贺蓉蓉的侍女就端着托盘啤走了进来，说是侧妃特意熬了驱寒汤，托盘里那碗黑漆漆的汤药，一看就没安好心。东来当即警惕阻拦，侍女却皮笑肉不笑的逼我领情。我起身凑过去轻轻闻了一下，瞬间识破，这不就是当归配父子，单看无害，混在一起就是慢性毒。这贺蓉蓉怕不是把我当武大郎整了吧？我笑着接过碗，以刚服过辅医药性相冲为由婉拒，转身就把汤药全交给了窗边枯萎花草。东来担忧我得罪贺蓉蓉，我却冷笑一声，心里笃定
这赤裸裸的商战算是正式开始了后，我穿着素色便服在偏院空地练瑜伽，下犬式，单腿伸展切换自如，主打一个差异化身材管理。但是如秋和东来在一旁嘀咕，说府里下人传我落水伤了脑子，在这跳大神，简直是离谱谣言大赏。我沉心稳住动作，心里玩清，千篇一律的博眼球方式，甲方肯定都看腻了，搞话题炒热度才是王道。此时书房外，侍卫13正神色古怪地向裴景汇报我的异常表现，说府里都传我失心疯了。裴景批阅公文的笔尖一顿，留下个墨点，心里他也在犯嘀咕，毕竟上次胡编我的表现，他可比谁都清醒。随后带着13隐在偏院假山后，夕阳下我舒展柔韧身形，和府中娇柔女子形成鲜明反差。我余光瞥见假山动静，暗惜甲方爸爸已被我的差异化操作勾起兴趣。裴景带着玩味的笑意从假山后走出，我看见后收了瑜伽体式，平静起身。我淡淡回了句是强身健体的修行，心里暗怼，这可是领先1000年的身材管理精髓。但是不远处的回廊拐角处，贺蓉蓉的侍女偷看完，悄然退走。我料定她肯定又去嚼舌根了。果然当晚就有黑影溜进了我所在的偏院，把我刚冒芽的菜地踩得稀烂。如秋冬来，气得掉泪。坚信是贺蓉蓉所为，我却蹲在菜地废墟前捻起泥土笑了。竞争对手的恶意使绊子，简直就是雪中送炭。我赶紧让他们去捡废弃的竹竿和瓦片，并且直言要把菜地升级改造。果然几天后，一座竹架为果，瓦片薄纱围蔽的半透明温室拔地而起。而且裴景正因农具改良的事烦心，听闻动静再次到访，盯着温室眉头微蹙询问是什么。我一边给幼苗浇水，一边解释这是温室大棚，能聚拢阳光，让作物在寒冬季节生长。我的话音刚落，贺蓉蓉就带着侍女气势汹汹闯来，厉声指控我偷盗王府珍贵药材，还下令让人搜查。裴景站在一旁冷眼旁观，没想到我竟然主动让开位置，点名自己种的只是菜苗，所谓药材不过是嫁接改良的作物。侍女搜遍温室一无所获。反观此时贺蓉蓉脸色已经难看到极致，但仍不死心，想要辩解。裴景听说了寒冬季节生长的作物，眼中放光，快步上查看。贺蓉蓉还在叫嚣妖言惑众，裴景头也不回冷喝一声，随后命令贺蓉蓉退下，转头看向我时眼神复杂，只留下一句：今晚来书房。如秋冬来亲了捂嘴，我嘴角勾起笑意，心里暗喜，看来今晚注定难眠了。当晚书房内，裴景摊开黄河下游水患治理地图，开门见山让我发表看法。我刚要上前，贺蓉蓉突然闯进来，指着我厉声指责，说我一个侍妾干预朝政该诛，让裴景依照律法将我严办。面对贺蓉蓉的指控，我并未慌乱，而是巧妙地将自己的见解包装成民间趣闻和对农事的浅见，逻辑清晰地阐述了疏浚河道与加固堤坝的新思路。我的观点让裴景眼神一亮，裴景当即挥手让贺蓉蓉退下。被裴景当众驳斥后，贺蓉蓉对我的恨意也是达到顶点。第二天，我带着如秋、东来在荷花池边散步，远远就瞥见假山后，贺蓉蓉死死攥着李如仪的手腕，眼神狠厉地威胁她照自己说的做，还拿李如仪病重的父亲要挟。李如仪吓得浑身颤抖，最终还是咬着牙点了头，一看就是被硬逼上贼船的工具人。果然，李如仪深吸一口气冲到我面前，声音发虚的找茬，指责我狐媚惑主勾引殿下。我内心直翻白眼，贺蓉蓉这套路比循环播放的老广告还敷衍，就不能搞点新活？我淡然看着他，没等多说，他就故意在和我推搡间，自己脚下一滑，尖叫着掉进了荷花池。李如仪不熟水性，在水里扑腾几下就呛水下沉。贺蓉蓉立刻从假山后窜出来，装惊慌，喊着救人，制造混乱。岸边侍女们尖叫不止，却没人敢下水。我眼神一凛，顾不上多想，脱下外衫就纵身跳了进去。救人可是我的底线，虽然是个可怜的工具人，但总不能看着就这么没了。我奋力游到李如仪身边，把昏迷的她拖拽上岸。刚稳住身形，裴景就闻讯赶来，厉声质问缘由。贺蓉蓉抢在前面告状，一口咬定是我把李如仪推下去的。我没空跟她掰扯，跪在地上检查李如仪的呼吸，发现已经停了，当即冲丫鬟喊着把人放平。在众人惊骇的目光中，我解开李如仪的衣襟，双手交叠做胸外按压，用俯身给她吹气。贺蓉蓉在一旁尖叫，骂我伤风败俗，行巫蛊之术，让侍卫立刻把我拖下去。我全然无视她的聒噪，专注按着节奏施救。
下一秒，李如意就猛地咳出一口水，悠悠转醒。贺蓉蓉脸色瞬间惨白如纸，裴景的声音冷得刺骨，大声呵斥贺蓉蓉。即便贺蓉蓉跪地狡辩，裴景还是下令将她降为良帝，并且禁足。最后，让侍卫拖了下去。深夜书房议事结束，晚风一吹，我才感觉到落水后的寒意，忍不住微微发抖。裴景见状，解下自己的披风，亲手披在我肩上。我抬头撞进他深邃复杂的眼眸，他声音低沉：“以后离荷花池远点。”我心里暗戳戳吐槽，压根儿不是老娘自己掉进去的，是被那绿茶推进去的。我后来知道。冲进来后，贺蓉蓉那张狞笑的脸瞬间僵住。估计贺蓉蓉怎么都想不到，桌间的名场面竟然变成了我衣衫整齐地坐在桌边品茶，而他收买的张侍卫早被我捆成粽子，嘴里塞着布团，在地上呜呜挣扎，活像个偷鸡不成18米的小丑。我放下茶杯，轻笑道：“贺姐姐，你这大半夜的带着一堆人，是来我这 party 的吗？”贺蓉蓉气急败坏地指责我做贼心虚，还喊着要拿下我们这对奸夫淫妇。郑飞微一秋皱着眉赶紧阻拦，说事情没查清不可妄动。贺蓉蓉却跟疯魔了似的，非要硬刚。这戏精上身的模样，不去申请奥斯卡最佳女演员简直亏大了。就在贺蓉蓉的侍女要上前时，裴景冰冷的声音骤然响起：“住手！”全场瞬间安静，所有人齐刷刷地跪下。裴景身着长服，面沉如水走进来，身后跟着侍卫13，那气场跟自带降温光环似的，压得人喘不过气。裴景的目光扫过众人，最后定格在被绑的张侍卫身上。全程无视跪地的人群，只吐出一个字：说。张侍卫被裴景的眼神吓得浑身发抖，张侍卫瘫在地上语无伦次的求饶。裴景再补一句最后一次机会，张直接崩溃，手指着贺蓉蓉全盘招供，连50两定金的细节都交代得明明白白。贺蓉蓉脸色瞬间惨白如纸，腿一软差点栽倒，还想尖叫狡辩，说张侍卫血口喷人，自己色胆包天。我算准时机，故意脸色一白，扶住桌角，装出轻微干呕的模样。对付这种死到临头还嘴硬的，就得用魔法打败魔法，叠个终极 buff。这话一出，房间瞬间死寂，所有人的目光都盯着我的肚子，堪比大型吃瓜名场面。
裴景的眼神骤然变得凌厉，扫过我，再转向瘫软的贺蓉蓉，声音冷得像从冰窖里捞出来的。贺蓉蓉彻底瘫在地上，面如死灰。估计也没想到，自己不仅没搞垮我，还撞上了黄四这个死穴。裴景吩咐侍卫13把贺蓉蓉押入柴房，严加看管，还要彻查此事。最后看向贺蓉蓉时，眼神里半分情分都没有。补了句贺家，也该好好查查了。我靠在如秋身上，心里暗喜，自己没多大本事，全靠同行衬托。有这么傻的对手，自己躺着都能上位。贺蓉蓉被侍卫架着，疯癫地嘶吼着：“你这个狐狸精，你不得好死！”简直就像一个泼妇。裴景则是全程面无表情，连个眼神都懒得给他，转头就对13下令：“前工匠，杖毙！”杖毙二字一出，贺蓉蓉瞬间浑身一僵，刚才的风劲全没了，软成一滩烂泥被拖了出去。这波叫杀鸡儆猴，也是他自找的反噬。毕竟感动甲方爸爸的未来的儿子，不死也得脱层皮。我暗自松了口气，心里吐槽：这个竞标对手总算搞定了，我那上位王妃的项目推进，总算能轻松点了。裴景转向我时，我还维持着扶桌脚，脸色苍白的模样，如秋冬来紧张地护着我。刚要开口解释，就被他打断。吩咐你。他深深看了我一眼，便转身离开。那眼神复杂难辨，我靠在侍女身上暗存。都演到这份上，怎么也得演到底。假孕 buff 虽临时，威慑力倒是拉满。先混过这关再深夜的书房灯火通明，却压抑得像台风的低气压中心一样。我端着参汤悄然走进去，就见裴景坐在书案后，面前堆着的奏折上血灾鸡鸣等字眼刺目。他烦躁地揉着眉心，还把一份奏报狠狠摔在桌上，周身散发着别人我的气场。我隐约听见他嘴里的小声嘟囔：“朝堂震怒，德妃举荐，好一个烫手山芋！”我一听，瞬间觉得这就是典型的职场踢皮球吗？我把参汤轻放在桌角，没说话，只静静看着他。他头也不抬的冷斥说：“拿走，现在没胃口。”我直接点破：“殿下是在为北地雪灾之事烦心。后宫妇人也懂朝政，刻板印象害死人。”我没跟他置气，从袖中掏出叠好的图纸，摊在他面前说：“婉君不懂朝堂，但婉君懂如何盖房子，懂如何救人。”图纸上的榫卯结构木屋，标注的可拆卸统一尺寸格外清晰。裴景拿起图纸，瞳孔骤缩，语气带着震惊问道：“这是何物？”我语气笃定说：“这是模块化组合板房，用统一规格木板提前加工榫卯接口，运到灾区灾民自己就能拼，难度就和搭乐高积木差不多，遮风挡雪，妥妥没问题。”裴景继续追问：“让灾民自己搭建？”我进一步解释说：“对的，这叫以工代赈，与其直接发粮养懒汉，不如让他们凭劳动换物资，既解决安置问题，又能避免灾民坐等救急闹暴乱，双赢局面，懂吧？”说着，我又递上另一张图，这是物资调配，搞3级转运系统，京城、沿途州府、灾区前线逐级对接，责任到人，杜绝中间商赚差价，确保每粒米都能到灾民手里。书房里只剩烛火噼啪声，裴景猛地站起身，死死盯着我，眼神里的震惊快溢出来，显然被这波操作颠覆了认知。我看着他喉结滚动，知道他之前对我的所有标签都碎了。果然，他声音沙哑的一字一顿问：“你到底是谁？”我心里暗笑，总不能说我是穿来的职场卷王吧，保持点神秘感更合适。面上却不动声色，只淡淡回望他，把悬念留足。毕竟想拿捏甲方爸爸，就得让他永远猜不透你。裴景的眼睛瞪得像铜铃一般，声音沙哑的追问我是谁。我心里门清，标准答案绝不能说，主打一个模糊美学，既得勾着他，又得给个他能接受的落点。我往前一步迎上他的目光，语气坚定地说：“殿下，我是谁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是那个能帮您赢得王位的女人。”裴景瞳孔骤缩，显然被我毫不掩饰的野心吓了一跳。他估计内心想在想自己活这么大，第一次有人这么跟他说话。书房只剩烛火跳动的声响，沉默了好一会儿，他缓缓坐下，重新翻看图纸，下一秒就对门外喊呼喊侍卫13迟疑着提
在桌前画水利改良图时，裴景悄无声息地走进来，拿起图纸一边看一边说：“赈灾的方案成功了。”他声音低沉，我笑着捧了句说：“那都是殿下领导有方，决策果断。”裴景放下图。正面较量，皇宫的冬日宴看似灯火辉煌，实则气压低到能冻死人。这哪是给太子妃祈福啊，分明就是楚军争夺战的前置修罗场。各路牛鬼蛇神都在暗中较劲。裴景端坐在席上，指尖漫不经心地轻点酒杯，一派云淡风轻的样子。对面的德妃却跟五皇子咬着耳根，眼神扫过来时跟淬了毒的刀片一样。不用想也知道，是看裴景赈灾出尽了风头，心里憋着坏呢。我则是窝在女眷席的末位，藏在女眷的人群中，正暗戳戳观察全场局势。突然，温逸秋不动声色地递来一杯热茶，低声提醒我小心些，今晚人多眼杂。我颔首谢他，心里门儿清，这个新晋盟友的关照，可比那些虚情假意的寒暄实在多了。毕竟现在我们是一根绳上的蚂蚱。没等我喝完那杯茶，宴会厅角落突然炸了锅，一阵骚动传来。只见贺蓉蓉披头散发，衣衫褴褛，像个疯子一样冲了出来。我心里咯噔一下，没想到她还搞了芝墨间的金簪攥在手里，双目赤红的模样，活脱脱就是一个冷宫里限定的疯批。她直勾勾锁着我，嘶哑着嗓子喊我的名字，嘴里还嘶吼着我要你同归于尽，听得人头皮发麻。现场也是瞬间乱作一团，女眷们的尖叫声此起彼伏，除了添乱半点用没有，因为业务能力太地府。恍惚间，我听见岸上响起此起彼伏的惊呼，一道熟悉的身影猛地站起，那是裴景。他眼中的惊惶是我从未见过的，没有半分犹豫，一把扯下身上厚重的朝服，在所有人震惊到凝固的目光中，纵身跃入了这刺骨的冰湖。行，算你识相。我昏沉的意识里只剩这一个念头，就是代价有点大。我这波怕是要直接冻成冰雕了。侍卫们手忙脚乱地将我和裴景拽上岸，刺骨的湖水顺着衣摆往下滴，在脚下积成小小的水洼。裴景浑身湿透，唇色泛着死灰，脸色青紫得像冻透的玉石，却仍用尽全力把我护在怀里，手臂勒得我肋骨发疼，力道大的仿佛要将我嵌进骨穴里。温逸秋提着裙摆快步上前，鬓边的珠花随着动作轻颤，他却只颤抖着将我递到丫鬟怀里，沙哑的声音裹着寒气：“快穿服衣！”话音未落，身体便像断了线的木偶，
直挺挺地倒了下去。完蛋！这甲方爸爸为了救我，直接把自己送进了鬼门关。随后我就被软教一路颠簸，送进了二皇子府。溥仪跪在床边，花白的胡须上沾着汗珠，他抖着手指搭在裴景腕上，半晌才磕着头回话，声音发颤：“王妃娘娘，殿下寒气攻心，高烧不退，脉象紊乱如乱麻。老臣无能为力啊！”他顿了顿，又补了句：“右后背发汗，听天由命。”我在隔壁听见后，不顾丫鬟伸手阻拦，披在肩上的外衣被风掀起，踉跄着冲了进去，一眼就看见裴景陷在3层后背里。我大声呵斥道：“谁让你们盖这么多的？想害死他吗？”我的声音因虚弱而发哑，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力道。溥仪还愣在原地，捋着胡须辩解是蛊法退烧。我直接打断，眼神冷得像冰。什么破蛊法，纯属反向送命！立刻掀了被子，温以秋的目光在我和裴景之间来回打转。我迎上他的目光，声音虽弱，却字字笃定：“王妃姐姐，信我一次，这局我能救。”他沉默片刻，最终咬了咬牙，对身后下人吩咐：“快，按秦主子说的做，取烈酒和干净布巾来。”我把所有人都请出寝殿，殿门一关，只剩烛火与我们相对。到处烈酒混着温水，浸湿的布巾带着辛辣的凉意。我一遍遍擦拭裴景的额头、脖颈与手心，豆大的汗珠从我的额角滑落，但我却不敢有半分停歇，因为心里门清，裴景不能死。他是我在这时代唯一绑定的顶级甲方，也是我潜意识里不愿失去的人。不知熬了几个时辰，裴景突然眉头拧得死紧，嘴里含糊地说着胡话。下一秒，他猛地抓住我的手：“别走！”我身体一僵，俯身说道：“没事了，我在。”第二天，裴景身上的热度终于渐渐退去，我趴在裴景的床边，累得睡死。他醒来后缓缓抬起手，想要抚摸我的脸颊，却在半空顿了顿，最后只是轻轻拂过我脸颊的碎发。侍卫13轻手轻脚走进来：“殿下，宫里传来消息，贺蓉蓉被陛下下旨赐死，贺氏一族也被牵连，削爵查办，家产抄没。”13咽了口唾沫，继续说：“另外，太子妃昨夜诞下一位小郡主。”屋内瞬间变得安静。我看裴景一眼，心想这储君之争的天平算是彻底倾斜了。裴景缓缓坐起身，说道：“婉君，属于我们的时代要来了。”我心头一震，随即也笑了。是啊，太子无嫡子，朝野势力必将重新洗牌，这正是我们蛰伏已久的机会。往后不必再困于后院宅斗的方寸之地，而是要和这位甲方爸爸组队，并肩冲进朝堂副本，角逐那终极权力了。